在买房子都有2+1、3+1、4+1房，常常听到被拿来作为衣帽间、娱乐室、摄影棚、书房。大家的+1都拿来做什么用途呢？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+1拿来做什么吧。一开始我曾经很犹豫+1是要拿来做运动室、衣帽间还是书房。想想啊，运动好像可以在客厅做，衣帽间会让我花更多钱去买衣服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在这阶段的我，或许书房会比较适合。书房可以让我多一点时间思考，做一些能够拓展精进自己的事情。正好遇上疫情，有很多时间都在居家办公，选书房真的选对了。除了居家办公，现在还要常常剪影片，在书房的时间也变得更长了。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书房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你也可以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哦。书房一定要有书桌啦，书桌上有常用的笔电、延伸萤幕、一个台灯、无线键盘，还有滑鼠。我有把笔电架高，因为之前电脑是直接放在桌上，散热不太好，所以就常常很大声。笔电架高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就不用低着头看萤幕，这个视线高度对脖子比较好。延伸萤幕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必备的东西，因为常常会开不同档案或资料，尤其在剪影片或是准备简报等等，多一个萤幕使用起来方便很多。最近常常剪影片，觉得键盘变得很重要。我以前都是用笔电上原本的键盘，但看到物理治疗师 YouTuber 的影片，原来键盘太前面的使用会造成姿势不良，有可能会驼背、圆肩、肩颈酸痛等等。前一阵子居家办公之后，待在书房的时间更久，使用电脑的时间也更长了。想要矫正姿势，于是我就买了无线键盘使用。现在呢，用无线键盘还有滑鼠之后，眼睛和萤幕都能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整个背部手臂姿势都能得到改善，保护眼睛之外，也能端正我的坐姿。长时间的办公或是每次剪影片都剪很久，现在就比较不会腰酸背痛了。这个键盘是新买的，习惯按键位置之后，我觉得以这个价格来说还不错哦。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是，空白键要按在中心一点，不然如果你按在比较右边或是比较靠左边，它很容易没有反应。平常我就会这样使用，双萤幕搭配滑鼠还有无线键盘，目前使用起来很方便哦。如果真的说有什么需要改善的话，我之后呢，希望把延伸萤幕用支架架起来，这样桌面就可以更干净。拿出 Mac 就代表我要开始剪片了，像是装潢旅游的素材，通常都很多，时间又比较久远。我在整理的时候呢，会用大萤幕浏览，再把需要用到的素材直接拉到 Mac。这台 Mac 虽然年纪不小，伤痕累累，但是它是15.4寸萤幕，剪片的时候眼睛比较不酸，速度还是蛮 OK 的。哦，对了，很多人问我是用什么剪片软体，我用的是 Final Cut Pro。我觉得剪影片初学者来说很容易上手，这3个多月来，我也解锁了越来越多功能。我的 Mac 的喇叭之前被我用炸了，现在声音听起来高音的部分很可怕，所以我都会外接一个小的蓝牙音响，这是以前在好事多买的。
这个音响 CP 值还算高，我有时候录影的时候也是用它来遥控手机，它只有一个按键，按一下就录影，按一下又停止。对于我这样子自己录影、设备又很简易的人来说，我觉得很方便，就不用一直走来走去。目前频道做了3个月多了，我都是用 iPhone 12 Pro 搭配这台3轴拍摄影片。这个 Osmo Mobile 跟着我一段时间了，它最近常常头都转不太动，可能要换了。之前出国很常用空拍机，我觉得这台蛮轻巧的，很适合我这个初学者飞行。它的周边配件没有很多，就是电池、充电器、充电盘还有摇杆，装起来大概就是一个相机包的大小，出国携带很轻便。稻城亚丁系列的影片就有用空拍机拍的素材，不过空拍机真的不适合高海拔，风很大，空拍机很小，所以遇到强风的时候它就会飘走啊，或是失控。再来是我的电脑周边一些配件，固态硬碟、USB 还有 Hub。现在笔电都很轻薄，如果要接东西需要用 Hub 集线器、转接器。这些是我常用储存档案的 USB 还有硬碟。我上一个一模一样的 Toshiba 硬碟，出去玩的时候带去高原，大概海拔2000多公尺，我不知道是一路跋涉还是温度什么问题，一插上电脑读取之后就坏掉了。所以我后来又买了一个固态硬碟，这个硬碟非常小，很方便，就算带出去也不怕震动啊、晃动等等，让人安心许多。但目前固态硬碟的价格还是不便宜就是了。有时候眼睛用得很酸，想放松又不想看电视，我就会戴上耳机，打开 Podcast， 然后靠在椅子上听。我很喜欢听真实犯罪相关的节目，大部分我都只有在白天听，因为我很怕晚上听到那种烂肉情节，我会觉得有点可怕。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，如果喜欢这类相关的内容，可以点开来听听看哦。主持人很好笑，我常常边听就不小心笑出来。好想知道大家都听什么 podcast， 可以留言推荐给我哦。这台是 iPad Pro， 通常都是拿来追剧或是做笔记。我喜欢看悬疑犯罪类的剧，破案类的常常一追就停不下来。这台萤幕尺寸追剧很刚好，也会拿来找资料做笔记。以前我在上课做笔记还蛮好用的。这个键盘是几年前买的，最近一直有更新连不上的问题，不然其实 iPad 有键盘真的好用很多，萤幕也比较不会用的都是指纹。我之前是养仙人掌，但它没多久就死了，现在换成这盆天堂鸟，蛮好照顾的，还冒了新叶，但是前几天拿去晒太阳太久，整个叶子都黄掉了。不过总觉得这盆不适合放书桌旁边，大家有推荐比较耐旱、好照顾的观赏型小盆栽吗？选择的桌子是电动升降桌，有时候坐累了可以站着，或是我今天不会长时间使用，我就会选择站着，还蛮方便的。这种升降桌除了电动还有手动的，我比较懒，所以我就选了全自动的。不过这台电动升降桌它要自己组装哦，送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箱子，从桌子本体、马达里面的5金配件都要自己安装。我觉得安装不难，不过桌子有点重，不好搬运就是了。大概好像装了1个多小时吧，装完还蛮有成就感的。我这张书桌它有3个行程可以记忆，我通常习惯用完就把它降回去，毕竟还是坐着的时间比较多哦。
椅子也很重要，所以选择人体工学椅。整张椅子就是这种尼龙网，坐起来有弹性、透气，很适合台湾的天气。我还有加购把手移动升降的功能。当初去试坐挑了这张电脑椅，还是建议去现场试坐比较好哦。好了，今天开箱我平常在家很长时间的书房，现在大家都很难离开3C， 对于眼睛照顾和正确姿势也很重要。如果喜欢可以分享，或是留言给我书桌更好的建议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接下来的分享哦。你也可以追踪我的IG ALF 拜拜。